欢迎收看第1058期北京不静音。今天呢，我们继续做中共认知战人物录这个系列。那么我们今天聚焦的人物是这位魏玲玲女士，她是《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专门报道中国议题，尤其专注在中共高层内幕这些角度。有人说她是红色家庭出身，这个我无从可考。那么还有人说他实际上是中共的大外宣这个我也无从可考。因为我们这个系列呢，其实专注点不在于这一个人物，那么这些人和他实际的言行，我们只是拿来当做分析的材料。实际上我们直指中共认知战这5个字，想要给大家分析中共认知战究竟是怎么做的，它的手法是什么，它所起到的效果和目的又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今天要聊它呢？是因为这2天张幼霞这个事情是最先由魏玲玲写的那篇文章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他们是第一个说出来张幼霞有可能是由于泄露了中国的核武信息给美方，才导致被习近平拿下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华尔街日报就是 WSJ 和魏玲玲一贯的风格。首先他们会说这个消息源是什么呢？匿名人士那通常还会说到是来自一个高层的闭门会议泄露出来的信息。那这些就几乎不可核查连一个细节都很难核查。那么最后他们会把这个文章推出一个巨大的爆炸性的结论这就形成了他们的风格。那有没有翻车过呢？很多次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之前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川普要求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首相不要拿台湾问题刺激北京。这个也是魏玲玲写的新闻但是呢后来证实是假的。日本政府的发言人直接就公开否认了并且向华尔街日报提出抗议。好，那么这一次又来了，这个张幼霞核武信息泄密。你看这个是魏玲玲他直接把这条在他推特上首页置顶当然现在又换了另外一篇文章了好，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呢，我们看这个这一段写得很清楚了，就是说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些进程的一些信息等于是泄露给了美方好，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信息发出来或者泄露出来很多人在聊，很多人在传播，那起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和目的？至少有3方面。第一是一个中国内部大乱的这么一个叙事因为核武泄密嘛军委高层团灭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开始大清洗了这么一个角度的叙事呢，给外部世界的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快崩了不用担心了等他自己自爆就可以了。那这样的一个舆论场对中共是有利的，因为麻痹了外部世界。那么第二个效果呢，是说让人们产生了解放军腐败透顶的这样的印象腐败对吧？卖官贪生怕死解放军根本就打不了仗。那么就会让外部世界全球尤其是台湾会有战略误判因为现在也有很多人说短期内打不了了，军队这么涣散高层都被干掉了，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重建。那这样的叙事也对中共有利。我们假设如果中共的自己的计划是近期就要打台湾的话，那么释放出这样的烟雾弹或者放出这样的消息，那是非常有利于外界对他去低估的，他可以去突然发动这个战争。
那么第三个效果呢，就是给人一种习近平权力不稳的感觉啊。你看习近平连这个儿时玩伴多年的盟友啊都可以清洗啊，代表他失控嘛。那说明这么多年来他并没有完全掌握军方啊，甚至还有人在另一个角度现在在大肆的宣扬一种阴谋论啊，说这个中国内部都已经内战了，这个支持张幼霞的人都已经开始这个攻入北京去夺权了等等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外部世界会觉得，那我们就看戏吧，啊，期待中国发生政变，等待它内部自我瓦解，中共。那这样的话，对习近平也是很有利的，啊，因为习近平可以拿着外部的这些叙事，反过来整顿军方，整顿他的这内阁啊，那么他就可以更加的集权啊，因为可以跟内部说呀，甚至可以跟中国人民说呀，你看我必须这么做啊，敌亡我之心不死，外媒啊这种造谣这么的可耻啊，甚至他可以就直接对军内说啊，无风不起浪，张幼霞一定是有问题的。你看美国的媒体，甚至美国的军方都有人在赞赏张幼霞。那为什么会有泄密核武信息这样的消息流出来呢？我们必须要彻查啊，所以在彻查的一个非常时期啊，习近平可以更集权，可以更加的安插自己的势力，所以这一切都对他很有利。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套中共认知战的手法，这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操弄。那么记者啊，包括魏玲玲，其实都只是管道，我们不必要去猜他背后啊究竟跟中共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利益输送啊，他是不是实际就是中共的人，领着任务啊这个渗透在美国的这个媒体系统内啊，我们不用去从阴谋论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啊，这个不重要，哪怕他只是这个本身的无论是认知程度、职业操守等等原因导致他被利用啊，这也是一种可能，对吧？这个不重要，记者只是管道，整套叙事才是中共的一个武器。那么这种黑箱政治，那就只能靠这种匿名爆料，那永远都无法核查。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爆料的受众，对吧？我们只能做什么？只能转述，哪怕是批判他。我今天在这里做节目，也是一种转述。我们只要一转述，就帮他完成了扩散。这就是我在前几天节目里分析我自己的时候说的，我也在中共认知战，有的时候我也会起到不好的效果。我必须要聊，必须要给大家分析，但是我一聊，我也在帮助它扩散。所以这是中共精准的利用了西方媒体，因为西方媒体自己会把这个故事去讲完啊，资本在运作嘛，对吧？记者也要完成他的使命，各个的自媒体也为了流量啊，整个西方的这个自由的媒体环境，它自己就会帮中共完成这种叫资讯洗钱术。就我们都知道这个 information laundering， 就是洗钱啊，他洗的不是钱，他洗的是这个 information， 他洗的是这个资讯。好，我给大家仔细讲讲怎么洗的啊。匿名爆料，如果只是一个单一的信源，无法核查，大家也不相信，对吧？它是黑的，怎么让它洗白呢？以及怎么让他在这个西方的媒体世界里去增幅，就扩大影响力。这个流程是这样的：第一步，体制内先放风，会有人爆料啊，但是呢，放出来的信息是半真半假的，它是选择性泄露。好，泄露给了比如说魏玲玲啊，那么它背后是《华尔街日报》，这是权威的外媒啊，他们刊登出来了这条新闻，权威的外媒刊出来啊，那是一个匿名的来源，对吧？那本身它作为一个权威的媒体，它的手法是很专业的
他就完成了第一道这种专业包装。紧接着，其他的各国媒体都会去转发，就是二次转述这个新闻，什么彭博社了、路透了什么的，都会去转发，对吧？转发的时候，他们也就是要顾及自己的这个颜面呀，他就会说啊，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等于把自己的责任撇清了啊，不是我造谣啊，是《华尔街日报》。那么这是一个二次转发就扩散了。紧接着到第4步，所有的自媒体，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啊，所有的自媒体就蜂拥而上，各种的标题党做的这个特别花哨的封面，然后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媒体的节目里，它有各样的解说吧、解读，很多都是立场先行的、情绪化带队的，这是自媒体造成的影响。最后一步很重要，第5步，这些资讯又回流到了，因为这些资讯原本是英文的嘛，对吧？然后再回流到海外的中文圈，被翻译成中文，接着还回流到中国的墙内，那就成为了无论是内宣还是外宣，他们的一个话术。他说：“你看，外媒都说了，张友侠是这么一个事儿，或者有可能是这么一个事情，所以他们会给出自己的这个带风向的结论，所以我们要更加集权呀，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支持习近平所以我们要更加的这个团结起来呀，一致对外啊，就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结论性的带风向。这个就是整个匿名爆料中共认知战的一个流程。好，我们来看看具体是不是这样。你看，彭博社的转发，对不对？提到了张友侠泄露核武信息的事情。大家看法广也是他们做的这个有关节目11万人次观看张友侠这些事情都在帮助扩散。接着看还有台湾的东森新闻也是，而且你看他这个封面图做的，张友侠泄密共军计划给美，不是问号是感叹号这是一个正经的媒体该干的事情吗？你应该是个问号吧，至少感叹号直接坐实了，习近平不能忍。好，我们接着看还有新唐人就不说了这一贯喜欢传这个阴谋论的至少他还打个问号，是吧？好，还有一种给大家看艾森，这个是我之前这个人物录里做过的一个人你看封面也是张友侠叛国中国核武机密泄密。他在节目里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什么角度呢？他就是装作这个理中客就说这个我不知道他动机是什么呢？他分析其他事情不是这样的很清晰的，但是到这里呢，他不敢给出自己的结论。这明显一看就是个假新闻，但是到他这里他看不出来了，他只起到一个这个扩声器的作用，就是这个事情我帮忙去扩散了我也不想去影响我的观众，告诉你们这个我的见解是什么。而且他做这个节目还有另外一层的这个影响，或者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里面去讲这个中国的核武器是个什么样的模式有多么厉害又开始摆出他那个所谓的理工科的那一套又拿这个图片图纸给大家拆解，实际上还是在起到一个外宣的作用就是它的作用是稳定那些在这个事情里受到震撼的一些粉红，告诉你们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还是很厉害的台湾还是不行的等等等等，这是它起的作用
好啊，最后我们来看看怎么办，遇到这样的事儿以后我们怎么破解。第一呢，我觉得要关注这个来源的类型啊。你像这个《华尔街日报》卫00这种，永远是这种内幕消息啊，也不知道是谁，是吧？所以即便他们是权威媒体，你先看他这个文章里怎么描述他这个新闻的来源，你一看是这样的类型，你首先要打一个问号，这是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啊。不管他是多权威的媒体，多么大的这个自媒体大 V 啊，你都要打一个问号。第二点，要关注它的可核查度，对吧？因为这个核查是这样的，我们一个信息源是核查不了的，我们要交叉比对信息源嘛。那你像这次卫00报道张耀霞这种事情啊，永远它只有一个信息源，你也无法去核实。对于这样的信息呢，而且要看他的前科，他有没有屡次涉嫌造谣。如果的话，那我们就要对这样的人、这样的媒体，我们要标记为不信任。那么第三呢，要看整个这一套叙事啊，他这个新闻、这个故事讲出来，谁是得利方呢？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但是得利方也不一定就是实际操作者，这个需要大家非常的仔细的去甄别，因为一个事情、一个说法出来啊，总归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也不一定只有利于一方，甚至有可能有利于多方，而这多方之间也有利益冲突，这是很复杂的一个局面，对吧？这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是让大家去更认真的去思考它，塌下心来，不要那么浮躁，不要我就一个立场、一个情绪就来了，对吧？你要去做更深的研究。那么第四步呢，就是你要考虑这个时间点，他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为什么在这个点上去爆料，对吧？这个时间点究竟是服务于谁的？它有可能是服务于和本身爆料这个事情完全无关的另一个时态的，这个也需要大家去仔细的擦亮眼去看。那当然第五步就是我经常给大家讲的了，我们一定要有真相洁癖，我们最终要追求的就是真相，这个你不能糊弄我，对吧？而且要兼听则明，各种的信息渠道一定要扩张自己的这个信息源，那么还要保持你自己的独立思考，对吧？那么独立思考实际上对着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第四个、第三个，对吧？甚至第二个、第一个，这都需要你去独立思考，往深了去想。那么当然了，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深化你的认知。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要干的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就我不是说只告诉你啊，这个新闻是假新闻，它为什么是假新闻，它哪个细节错了，它哪个时间点错了，然后给你摆出一堆别的数据去比对，这个不是我们频道要做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把这一切看透之后，往深了去看，你要看它那个深层的逻辑，中共认知战它那个模式、逻辑、手法底层的这个认知，它是怎么做的？你要把这一层看透了，那么你经过你的独立思考，你的那个认知就深化了，就进步了。这是我特别希望我们最终可以通过这个系列达成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呢，就带大家去看到了西方的一些权威媒体实际上是如何深陷在中共认知战里面的。有的我说的这个深陷不一定是被利用，不等于被收买不是说《华尔街日报》被中共收买了，或者卫00就一定被中共收买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们深陷在这个中共认知战里，有他自己的局限性，有他自己的无奈性，他就只能这么去做报道，但是也就被中共利用了，也就被一些其他的一些粉红账号利用了等等，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情况局势就是这么复杂就是这么恶劣。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